看来这次金晨他的麻烦是大了，涉嫌肇事逃逸，并且涉嫌让助理来顶包这件事儿，到目前为止，金晨以及他的工作室还没有给出回应。就这件事情，大家不知道你们怎么看？这件事发生在2025年3月16号，也就这事儿离现在已经过1年了。为什么当时不报？为什么时隔1年之后这事才爆出来？我觉得这里边有几种可能。那第一种可能就是得罪人了，第二种可能呢，这是娱乐圈里边常用的一个手段，就是比如说最近有一个比较大的瓜呀，用这一个瓜来去掩盖另外一个大瓜，转移大家的视线。那么第三呢，就是那跟狗仔有关了。那比如说去年的时候人家有证据了，跟你协商，你没同意或者没谈拢，时隔1年之后这事就爆出来。只有这3种可能，你们认为这3种可能哪一个可能性比较大？可以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这件事情也说一说，如果说金晨涉嫌肇事逃逸，或者说让自己的助理去顶包的话，他将面临哪些处罚？首先，肇事逃逸如果说你造成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，这就形成刑事案件了，这个就得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；逃逸的处这个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那显然这次不是，他是撞到了护栏，就没有人伤亡，对吧？那即便他不构成这种犯罪，那么具有逃逸情节的行为，那也应该去担当事故的全责。比如说被处以罚款拘留并吊销驾驶证等行政处罚。第二个就是比如说涉嫌让自己的助理去顶包这件事情，因为并没有造成这个人身死亡嘛，所以这个就比较轻一点。冒充肇事者顶包的人可能构成包庇罪，一旦定罪将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情节严重的将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。所以他这件事儿还真不小。你看这事儿爆出来之后，一些品牌方，你比如说这个法国的娇韵诗已经删除了金晨直播预告并暂停合作。品牌方是最敏感的，除了品牌方还有谁当然是剧方了。目前金晨涉嫌的几个剧，你比如说《明月有之下》野火你比如说综艺现在就出发，还有《偏偏喜欢我》第2部如果说一旦坐实的话，那么这些影视剧也应该会受到一定的牵连。这件事情我有一点就是不明白的地方，比如说你开车你撞到东西了，这就是正常的一个交通事故你正常的去承担相应的责任不就行了吗？有些人说那明星他说要骗保吧，个人觉得明星像金晨这样的去骗保这种行为，我觉得基本上可以排除，他也不差钱，那万一爆出来的话，那直接可以中断他的职业生涯了。那为什么一定要让他的助理去顶包呢？为什么？难道是酒驾？因为酒驾的话，那可能这件事情就相对来讲就更严重一点。再或者说当时有特别急迫的事儿，有工作要去处理，但是你要跟交警他们去讲清楚，你不能说这车是我的助理开的呀。那所以我个人觉得，当然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，有没有涉嫌酒驾的可能？那么到目前为止，金晨以及他的工作室还没有给出一个正面的回应。一般来讲，明星的紧急公关都是24小时之内，看金晨的24小时之内会不会给出一个正面的回应，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就像我刚才提出来的，为什么这件事情会时隔1年爆出来？哪3种可能？你们觉得哪种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？可以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